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本震撼人心的著作《大国的兴衰》。这本书由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 所著，他是一位享誉国际的历史学家，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肯尼迪教授以其渊博的学识和深邃的洞察力，在国际关系和历史研究领域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大国的兴衰自1987年首次出版以来，便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它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历史与政治的浩瀚星空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这本书的价值不可估量，它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历史的著作，更是一部为当今世界提供深刻启示的宝典。它深入剖析了自1500年以来世界舞台上各大国兴衰更替的复杂原因和规律，为我们理解当今的国际格局、预测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日益复杂。大国的兴衰就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让我们明白，一个国家的兴衰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都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开始深入探讨这本书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曾经辉煌一时的帝国会走向衰落，而一些原本不起眼的国家却能在历史的舞台上迅速崛起，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国呢？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世纪的英国，当时的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其殖民地遍布全球，军事力量强大无比，经济实力更是傲视群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肯尼迪教授在《大国的兴衰》中为我们揭开了谜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过度依赖其广阔的殖民地带来的资源和市场，而忽视了自身工业的创新和发展。与此同时，德国和美国等国家却在工业革命的大潮中迅速崛起，不断加大对科技研发和工业现代化的投入。英国的决策者们没有意识到，世界格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他们仍然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之中，最终导致了英国的逐渐衰落。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及时调整战略和发展方向，就必然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被淘汰。而《大国的兴衰》这本书将带领我们深入探索更多类似的故事和背后的深刻道理。一国家实力评估的综合性视角。大国的兴衰首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综合性的视角来评估一个国家的实力。肯尼迪教授认为，一个国家的实力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指标来衡量，比如军事力量或者经济总量，而是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的因素，包括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多个维度。这种综合性的评估方法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让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一个国家的真实状况。从理论层面来看，这种综合性视角是基于对国家运行机制的深入理解。国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例如，强大的军事力量需要经济实力作为支撑，而经济的持续发展又离不开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先进的科技水平。文化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民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进而对国家的各个方面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肯尼迪教授通过对历史上众多国家案例的分析，揭示了这些因素之间复杂的因果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在应用方面，这种综合性评估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决策者们可以根据这种综合评估结果，明确自身在各个领域的优势和劣势，从而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比如，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具有优势，但在军事上相对薄弱，那么就可以适当加大对军事建设的投入，以弥补不足。同时，在国际交往中，这种评估方法也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判断其他国家的实力和意图，为外交决策提供有力依据。书中提到，在20世纪初，德国之所以能够在欧洲大陆迅速崛起，正是因为它在工业、科技和军事等多个领域实现了协调发展。德国在化学、电气等新兴工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其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同时，德国政府大力支持军事现代化建设，其军队的装备和训练水平在当时都处于领先地位。这种综合实力的提升，使得德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这个案例充分体现了综合性评估国家实力的重要性。2. 经济实力与技术创新。经济实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兴衰的重要指标之一，而技术创新则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在大国的兴衰中，肯尼迪教授深入探讨了经济实力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国家兴衰历程中的重要作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能够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增强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当一个国家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突破时，它就能够生产出更加优质、更加廉价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
进而促进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时，技术创新还会催生新的产业和新的商业模式，为经济发展开辟新的空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伴随着一些国家的崛起和另一些国家的衰落。例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凭借着蒸汽机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在纺织、煤炭、钢铁等产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了世界经济的中心。而那些没有及时跟上工业革命步伐的国家，则逐渐被甩在了后面。在当今时代，国家要提升经济实力，就必须高度重视技术创新。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培养创新人才，建设创新平台等方式，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要勇于探索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不断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书中指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卓越表现。从爱迪生发明电灯到硅谷的崛起，美国在电力、电子、计算机等领域的创新成果层出不穷。这些技术创新不仅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其在全球科技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技术创新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提升和国家兴衰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3. 军事力量与战略平衡。军事力量是国家安全的保障，也是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在大国的兴衰中，军事力量与战略平衡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议题。肯尼迪教授分析了军事力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以及它对国家间战略平衡的影响。军事力量包括军队规模、装备水平、军事战略等多个要素。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越强大，在国际冲突和竞争中的威慑力就越强。然而，军事力量并非越强越好，过度的军事扩张可能会导致国家资源的过度消耗，甚至引发战争。同时，军事力量的存在也影响着国家间的战略平衡。当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发生变化时，其他国家会相应的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以维持新的平衡。在运用军事力量方面，国家需要制定合理的军事战略，既要保证自身的安全，又要避免过度使用军事力量而引发不必要的冲突。军事力量的建设应该与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相协调，注重提高军队的现代化水平和作战能力。书中提到，在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事对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双方都拥有庞大的核武库和强大的常规军事力量。这种军事力量的平衡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世界的相对和平。然而，这种平衡也时刻处于紧张状态，任何一方的军事战略调整都可能打破这种平衡，引发全球性的危机。这个案例说明了军事力量与战略平衡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正确运用军事力量的重要性。4. 政治制度与治理能力。政治制度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它决定了国家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而治理能力则是指政府运用权力，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在大国的兴衰中，政治制度与治理能力对国家兴衰的影响是一个关键的分析维度。不同的政治制度有着不同的特点和优势。例如，民主制度强调公民参与和权力制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而专制制度则可能在决策效率上具有一定优势，但也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则体现在政府的决策水平、执行力、对社会问题的应对能力等方面。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适应时代的发展，以及政府的治理能力是否强大，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如果政治制度僵化，治理能力低下，就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国家发展停滞甚至倒退。在现代社会，国家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政治制度，提高治理能力。政府要积极倾听民众的声音，加强民主参与和监督机制。同时，要加强政府机构建设，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和服务水平，确保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书中指出，在18世纪的法国，由于其封建专制制度日益腐朽，政府的治理能力低下，社会矛盾尖锐，最终引发了法国大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改变了法国的政治制度，也对整个欧洲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案例警示我们，政治制度和治理能力对于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5. 文化影响力与软实力。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文化影响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国的兴衰中，肯尼迪教授也关注到了文化影响力在国家兴衰中的作用。文化影响力体现在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产品等方面。一个国家的文化越具有吸引力，就越能够在国际社会中赢得尊重和认同，进而增强其软实力。文化的影响力可以跨越国界，影响着其他国家民众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从长远来看，文化影响力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有着重要的影响。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硬实力的不足，为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创造良好的氛围。国家要提升文化影响力，就需要加强文化建设，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要鼓励文化创新，发展文化产业，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通过文化交流，
文化传播等方式，将本国的文化推向世界。书中提到，在20世纪，日本的动漫、音乐、电影等文化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对亚洲乃至世界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不仅为日本带来了经济效益，也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这个案例展示了文化影响力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综上所述，大国的兴衰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深刻地揭示了国家兴衰的奥秘。它让我们明白，一个国家的兴衰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性的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无论是经济实力、技术创新、军事力量、政治制度还是文化影响力，都是构成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在于引导我们从多个角度去思考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与合作策略。那么，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读者，应该如何运用这本书的知识呢？我强烈呼吁大家认真阅读大国的兴衰，深入领会其中的精髓，并将其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去。如果你是一名学生，你可以从这本书中学习到如何从宏观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培养自己的战略思维。如果你是一名企业家，你可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为企业的发展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如果你是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这本书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书籍，它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国家发展的规律，提高你的决策水平。朋友们，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国家的兴衰并非遥不可及的事情，它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让我们以史为鉴，勇敢地面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相信在大国的兴衰的指引下，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未来的发展方向，为我们国家的繁荣富强，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记住，国家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中，让我们携手共进，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